如果说还有什么能给这个已经习以为常的大衰退年代来一次惊吓的话，那么中国最近发布的一组数据肯定榜上有名。2023年，中国幼儿园的在园幼儿竟然在1年之间骤减了534万。更让人震惊的是，这还只是开始，一场深刻的人口变革正在中国悄然上演，而它的影响终将波及每一个中国人。中国幼儿园在园幼儿2023年骤减534万。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学前教育在园幼儿总数为4093万人，相比2022年的4627.5万人，减少了惊人的534.5万人。这是中国幼儿园在园幼儿人数连续第3年下滑，也是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数十年来，中国幼儿园的在园幼儿人数几乎是单方面增长的。根据统计，2020年曾一度达到峰值4818万人，随后转折来得更加突然。2021年，在园幼儿较前一年减少13万人，首次出现负增长。2022年，这一数字变为178万人。没人想到，大幅度减少的势头还在加速。那么，导致在园幼儿迅速流失的原因是什么呢？生育率下滑导致上幼儿园孩子大量减少。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生育率的下滑，直接导致了能够上幼儿园的孩子数大幅减少。具体来看，在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2016年和2017年，中国的新生儿分别达到了1883万人和1786万人，创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好景不长，2018年中国新生儿数已降至1523万人，2019年进一步下滑至1465万人。更让人沮丧的是，这一数字在2020年已经跌破1200万关口。可想而知，在如此低迷的出生率面前，未来中国幼儿园的招生规模也将出现怎样惨淡的景象。实际上，根据预测，如果中国不出台强力促进生育的政策，中国的新生儿数量将会在4年内跌破700万人，到2050年跌破500万人，2100年仅剩不到100万人。很难想象2100年的中国每年只出生100万新生儿会是什么样光景。公立幼儿园停招，幼儿园倒闭潮扑面而来，中国幼儿园正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随着生源剧减，不少幼儿园已经在停招停课，甚至直接倒闭。更让人震惊的是，这种情况已经从县城蔓延到了1线城市。据报道，从今年3月开始，宁波、温州等地的公立医院纷纷宣布停止产科业务。广东、江西等多个省份的县城卫生院也宣布不再提供分娩服务。这意味着过去最讨论的入园难问题，即将被新一轮的保难难问题取代。更残酷的是，公办幼儿园也逃不过这场消亡风暴。去年7月，广州市教育局就爆出一个令业内震惊的数据：广州64所公办幼儿园出现了招生不足，需要面向社会额外招生插班生。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了深圳、杭州等1线城市。可以预见，中国教育界将在未来数年经历史无前例的一次大裁员浪潮。而这波失业潮最终必将蔓延到其他与之相关的房地产、医疗等产业，对社会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冲击。一场让人难以想象的巨变正在中国一步步上演。3、4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首当其冲。可以肯定，中国的人口危机最先爆发的地方将是人口外流最严重的3、4线城市。据统计，目前中国88%的建制县、76%的县级市以及30%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已经成为人口流出地区。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3、4线城市正在经历急剧的人口负增长。随着当地居民大量外流，3、4线城市的楼市已然冷清。据报道，
在全国房价调控力度最大的10座城市里，仅有1座为2线城市哈尔滨，其余9座全部来自人口外流严重的3线城市。可以看出，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这场巨变的最前线阵地。而随着未来中国15岁以下人口的进一步减少，3、4线城市的房价可能也将持续面临下跌的压力。与此同时，1、2线核心城市的楼市则仍然保有一定的韧性。原因在于，尽管1线城市的常住人口也在萎缩，但持有本地户口的人口总量还在稳步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正在通过购房方式获得这些大城市的户籍。可以预见，在人口问题的压力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分化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人口的大量外流将让许多3、4线城市面临空心化的命运，与之对应的是1、2线城市进一步向中心聚集人口、资源和机会。一场划时代的城市洗牌正在上演。个人、家庭和国家面临的3大挑战。可以说，这场中国人口变革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几乎穿透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给个人、家庭乃至整个国家带来了3大深刻挑战。第一是养老挑战。根据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在2028年突破4亿，2035年达到峰值4.87亿人。到那时，中国将成为全球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在劳动年龄人口不断流失的背景下，中国人面临的养老负担将达到史无前例的噩梦级别。第二是增长挑战。劳动年龄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它的减少势必会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构成威胁。事实上，人口红利的消失已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在过去10年里一路下滑至约3%的低位。未来随着生育人口进一步萎缩，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或将使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空间进一步扩大。第三是竞争力挑战。中国以13亿人口支持的丰富劳动力资源，是中国在全球范围拥有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石。人口的减少势必削弱中国的全球竞争实力。与此同时，中印等发展中大国仍在享受人口红利，他们的崛起将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形成挑战。因此，如何提高中国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将是接下来的重要课题。事实上，在人口红利耗尽的当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已经难以取得实质性提升。中国的教育体系产出的人才与市场脱节，大量年轻人难以就业，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依然悬而未决，研发投入严重不足。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进程。而在人口下滑的背景下，一切又将雪上加霜，教育行业面临裁员潮，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大量创新项目无人问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印等新兴经济体正处于快速崛起之势，他们仍能提供充裕的人口红利，这无疑加剧了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方面的劣势。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正视国力增长乏力和社会发展失衡的严峻现实，解决就业问题，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提升科技和教育投入力度，将是接下来的当务之急。然而遗憾的是，在生育率持续下滑的趋势面前，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度将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同时，发达国家也在加速开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以弥补人口红利流失，这无疑使中国的追赶之路更加艰难。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极度不利地位。中国面临的将是前所未有的艰巨挑战，经济增长乏力，科技创新不足，教育领域萎缩，这一切都显示出一个悲惨的事实：中国正步入全方位衰退的泥沼。